家里没有烤箱，又想要亲手做蛋糕吃的朋友有福了。今天介绍的蛋糕是紫薯蒸蛋糕。你看它的松软程度一点都不输给烤箱烤出来的蛋糕，而且吃多也不怕上火，少油少糖，好吃又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我们开始吧。紫薯去皮切成小块，然后用大火蒸20分钟至软烂。尽量切小一点，这样可以更快熟透。这个配方不会用到全部的紫薯，蒸熟后的紫薯我们只取50克，剩下的就直接吃掉吧，不用留了。只要你用我后面介绍的方法来蒸，这款蛋糕要失败也很难。筷子可以轻易刺穿，就表示熟透了。取出50克，趁热加入30克的椰浆打成泥，用搅拌机打成泥，蛋糕会比较细腻，不过用完要洗会比较麻烦。为了省掉麻烦，你也可以用叉子来压成泥，像这样你就不用洗机器，还可以吃到紫薯颗粒，方便多了。把紫薯泥转移到搅拌盆，加入玉米油20克，玉米油香气不重，要想增加香气，你还可以换成融化牛油或其他菜油。搅拌均匀，一定要用新鲜的鸡蛋，大小鸡蛋都可以用，我是用 B 鸡蛋，分离蛋清。鸡蛋不够新鲜，你就会发现蛋黄很容易破掉，很难分离蛋清。可以先把鸡蛋放进冰箱，然后用冷鸡蛋来分离蛋清，就会容易很多。冰箱拿出来的鸡蛋不需要放到室温哦，温度较低，还比较容易打发蛋白霜。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50克低筋面粉，过筛。50克紫薯泥虽然有紫薯味道，但是却带不出梦幻紫色，所以我才会在粉类材料中加紫薯粉10克。我有试过放多一些紫薯泥，结果蛋糕发黏，口感不好。加了紫薯粉，那种梦幻紫色马上就会出来了。如果你不是颜值控，那就直接省略紫薯粉吧。接着是关键时刻，我们要观察面糊的浓稠度，它影响着蛋糕最终的绵密和湿润口感。面糊太干，加椰浆来调整，每次加10克。像这样还是不及格，太黏偏干，这样的面糊做出来的蛋糕口感会稍微发干，再加10克的椰浆来调整，直到像这样，面糊缓慢顺滑的流动。再看一次，这才是我们要的状态。接着打发蛋清，加几滴白醋可以帮助稳定蛋白霜，还可以去除蛋腥味。细砂糖40克，分1次、2次或3次加入都可以，只要在明显的纹路出现之前加入所有的糖就可以了。蛋清不多，全程用低速搅打，我用2档。不要冷落盆边的蛋白霜，它们也想进去漩涡里面玩耍。看到这样明显的纹路出现，就差不多要停下来检查蛋白霜的状态。可以拉出稳定的弯钩和尖角，尖角不会随着移动改变方向，这就是我们要的湿性发泡状态。蛋白霜分2次或者3次加入，前面2次可以用蛋抽搅拌，如果蛋白霜有打发到位，蛋抽没有画圆圈用力搅拌，面糊是不太容易消泡的。用这样提起来的方式拌匀，加入最后一次蛋白霜之后，我们就要换刮刀拌匀。
动作要轻，尽可能多保留气泡，蛋糕才会快高长大。6寸戚风蛋糕活底模具，活底的模具方便脱模。瀑布式的倒入面糊，减少面糊中的大气泡。用这个小妙招可以引出深藏不露的大气泡，还可以弄平表面。再蒸几下，蒸掉顽固的大气泡。这个方法之前介绍过给大家了，我都是用这个方法蒸蛋糕，没有一次失败的。你不一定要用玻璃大碗，只要比模具稍微大、稍微高的锅具，又可以放得进蒸锅，都可以用了。比如电饭锅内胆就很不错啦。用竹签戳洞排气，尽量不要戳中间蛋糕会膨胀起来的地方。很重要，锅里的水一定要事先煮滚，不可以等蛋糕做好了才来煮水哦。中火蒸50分钟，期间你完全不用理它，去做你的事情。时间到，也不需要焖5分钟，直接取出蛋糕。你看，蛋糕是不会塌陷的。取出蛋糕，不一定要倒扣放凉，倒扣是可以帮助维持蛋糕现在的高度，不倒扣蛋糕也只会回缩一点点，变成和模具一样高，不至于完全扁下去。脱模也很简单，旁边按一下，底部推一下就分离了，旁边再推一下，就脱模啦，非常的柔软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先说水蒸气。这个蒸蛋糕的方法其实是让蛋糕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，蛋糕表面不会接触到过多的水蒸气，瞬间蒸熟，导致内部的水汽散不出去，蛋糕发不起来。戚风蛋糕因为本身的含水量就很高，它不可以再吸收水蒸气，不然就只有太重下沉的结果。再说温度，做过戚风蛋糕的朋友一定知道，烤箱里稳定的温度是很重要的。密闭的空间也提供了类似烤箱的环境，因此温度也相对比较稳定。如果你用这个方法蒸出来的蛋糕回缩厉害，但又不至于完全塌陷，那就是面糊太湿或者蒸不熟的问题。可以从调整面糊的浓稠度和火候的大小来解决问题。再说鸡蛋，大小鸡蛋都可以用，不够新鲜就先进冰箱，问题不大。打发蛋白霜并不可怕，只要蛋清没有掺到蛋黄或其他油脂，然后鸡蛋是足够新鲜的，蛋白霜就没有理由打发不起来。前面有说了，不够新鲜的鸡蛋可以先放冰箱，冷鸡蛋也可以帮助打发蛋白霜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分享和订阅小豪厨房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接收小豪最新视频的通知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